瞄一下为您呈现糖尿病可以吃的食物，大脑喜欢的食物。大脑是头脑最大和最繁忙的部分，它的体积占了80%整个头脑的体积，是标准棒球的3到4倍，主要负责控制和协调身体的所有功能，包括控制思想、记忆、情感和感官。大家知道吗？大脑每天消耗的能量占了20%身体的总消耗量，所以为大脑补充营养和能量至关重要。在今天的视频，我将会分享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食物。视频将带糖友了解一些大脑喜欢的食物，希望能帮助糖友保持大脑健康，提升脑力并预防大脑退化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第一，油性鱼类。大家知道吗？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一种出现在神经细胞周围的蛋白质，它会在大脑沉积和形成有毒性的斑块，这些斑块会导致脑细胞功能下降，从而引起阿尔茨海默氏症。鱼除了有控制血糖的作用，它也能支持大脑健康。油性鱼类是大脑最喜欢的食物，每周至少吃2次鱼，可以保护脑神经细胞，因为它富含动物性 Omega-3， 它是一种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可以降低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水平，从而降低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。鱼，包括油性鱼类固然健康，然而买鱼也是一门学问。在选购鱼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牢记一点，就是千万不能贪大。由于体积大的鱼有比较长的寿命，在水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它可能已吸入大量的汞，鱼体内也会累积比较多的汞，它是一种危害健康的重金属，会导致大脑功能下降，并增加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。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， 沙丁鱼、罗非鱼、三文鱼、鲶鱼和鳕鱼是5种汞含量最少的商业鱼类，这些鱼也富含 Omega-3， 是糖尿病患者比较健康的选择。当然，再好的鱼也要懂得烹调，才能收获它的好处。姜黄是煮鱼的最佳配料，它富含姜黄素和 B 族维他命，这些成分具有超强的抗炎和抗氧化能力，并有解除重金属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，从而保护大脑免受氧化损伤，并防止大脑退化。大家知道吗？姜黄中的姜黄素具有高亲脂性的特质，把少许姜黄粉涂抹在鱼身表面和鱼腹内部，除了能去除鱼的腥味，还能提升鱼的色泽和香味。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提高身体对姜黄素和 Omega-3 的吸收率，这样吃下去才能让身体有满满的收获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。来到这里，我开始有点好奇，您最常吃哪一种鱼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吗？等你哦。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，鱼，尤其油性鱼类是大脑喜欢的食物，它富含动物 Omega-3， 一种构建大脑皮层的重要成分，对大脑功能极其重要。然而，对于不可以吃鱼的朋友，尤其是吃素而无法吃鱼，或者纯粹不喜欢鱼的味道而不吃鱼的糖友，要怎么保护大脑呢？他们该如何补充 Omega-3 呢？瞄一下是一个分享健康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每星期都会送上最新的健康分享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可以点赞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第二，奇亚籽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分享过的奇亚籽吗？奇亚籽是素食糖友可以吃的食物，它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富含植物性 Omega-3 以及植物性蛋白，每100克奇亚籽含有 17.8 克植物性 Omega-3， 同时也蕴含9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如蛋氨酸、苏氨酸、缬氨酸、苯丙氨酸等等，这些都是构建神经递质的重要物质，可以调节和加速神经信号的传递过程，从而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、记忆力和专注力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可以考虑将奇亚籽加入早餐。传统燕麦是可以搭配奇亚籽的早餐食物。您只需要准备1汤匙的奇亚籽，25克传统燕麦，适量的无糖植物奶，然后把全部材料倒入一个容器，拌匀后送入冰箱冷藏。
隔天早上洗刷前，先取出隔夜奇亚籽燕麦和让它自然降温。洗刷完毕后，才加入喜爱的坚果和莓类浆果，然后就可以开动了。这样吃奇亚籽，除了可以保护大脑，也可以延缓消化和控制血糖，是糖尿病人不容错过的健康食物。第3，核桃。自由基是破坏大脑的有毒物质，高水平的自由基会引起氧化应激，它是身体的失衡状态，会损坏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，从而导致我们的认知能力下降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建议将核桃加入饮食，因为它是大脑最喜欢的食物。来自动物和人类的研究表明，每天吃1到2盎司核桃可以改善认知能力，因为它富含多种抗炎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合物，包括 alpha 亚麻酸、类黄酮、鞣花酸、gamma 生育酚以及褪黑色素。这些化合物可以改善大脑内皮细胞功能，并通过增强大脑的抗氧化能力来减少自由基和抑制氧化应激，从而帮助大脑维持良好的认知功能，降低认知障碍以及脑部疾病如痴呆症的风险。常吃核桃也有放松大脑的作用。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表明，每天吃核桃可以降低 45% 患抑郁症的风险，因为核桃可以促进血清素，它是一种由大脑释放的神经递质，这种物质可以缓解压力、稳定情绪、放松身体，并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，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健康食物。茶也是大脑很喜欢的食物，它富含咖啡因和茶氨酸，一些可以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化合物。然而，您知道糖尿病人可以喝什么茶吗？什么茶降血糖最快呢？推荐大家收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《糖尿病可以喝的茶》，视频将带您了解降血糖最快的茶。现在，我们回到今天的视频，一起看看第4种大脑喜欢的食物吧。第4，大豆和大豆食品。大家知道吗？人的大脑有一种叫磷脂酰丝氨酸的物质，它是一种富含磷的脂肪物质，它可以保护大脑中的神经细胞，从而确保脑神经维持正常运作，包括传递信息和调节肌肉反应。然而，大脑中的磷脂酰丝氨酸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，并引起智力下降和记忆力减退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大豆和大豆食品是大脑喜欢的食物。根据 Journal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nd Nutrition， 大豆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记忆能力，因为大豆是富含磷脂酰丝氨酸的食物，这种化合物可以促进认知功能，提升记忆力，并缓解脑部压力，从而改善大脑的短期和长期记忆能力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请尽量选择轻度加工的大豆食品，如大豆制成的豆腐、天贝和无糖大豆奶。适当和适量的享用能为大脑带来一定的保健功效，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食物。第5，鸡蛋。我曾经在较早的视频强调过，胆碱是身体必需的重要元素，人的大脑也需要这种元素去维持正常运作，它可以协助大脑调节神经递质水平，从而帮助大脑放松和保持活力。大家知道吗？鸡蛋，尤其蛋黄，是大脑最喜欢的食物，它是胆碱的丰富来源。每一粒鸡蛋含有147毫克胆碱，每吃2粒鸡蛋可以满足 54% 胆碱的每日推荐摄入量。它可以促进乙酰胆碱的合成和释放，一种在大脑中参与记忆和情绪的神经递质，可以同时改善记忆、提升智力和改善情绪，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食物。第6，毛豆。大家知道吗？同型半胱氨酸是蛋白质分解时产生的氨基酸物质，高水平的同型半胱氨酸会伤害大脑，它会阻碍脑血流并造成脑细胞损伤，从而导致认知缺陷而引起脑部疾病，包括脑萎缩，一种会损坏神经元而导致脑瘫或痴呆的脑部疾病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毛豆，也就是未成熟和带有绒毛的大豆，是大脑喜欢的食物，它含有丰富的叶酸。每100克毛豆含有311微克叶酸，也就是大约 78% 叶酸的每天推荐摄入量。
这种物质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，从而减少炎症和改善大脑功能。此外，毛豆也能让大脑保持放松和年轻，因为它富含镁，它是放松神经和调节情绪的矿物质，可以抑制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并减少这些激素进入大脑，从而帮助我们保持镇静和开朗，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食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视频，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食物，一些大脑喜欢的食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视频已来到了尾声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希望大家更懂得珍惜健康和照顾好健康。点入喵一下的头像，您还可以收看更多关于糖尿病的视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吗？您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和进行互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有帮助，请为我们点赞，同时也按下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还有，我还有另外2个视频要推荐给你，现在就立刻点进去收看吧。